是趙少康，歡迎你來到 TVBS 趙少康戰情室。在我們現場特別來賓，林亮君議員、張啟楷委員、賴士葆委員、馬文君委員、李永平前副市長，又打了，這談談，伊朗發射飛彈，讓3個國家關閉領空，那到底怎麼回事然後呢，這個伊朗、伊拉克、敘利亞分別都關閉領空了，情勢迅速升溫。4月是不是停火了？以色列第一次防空警報大作，打以色列，然後川普就很擔心，就警告尼坦雅胡說：“你不能報復哦，你不能報復哦。”尼坦雅胡他管你管你那一套。以色列軍方對伊朗發動空襲，你打我還不打你的嗎？不是給你看衰了嗎？然後呢，說停火破裂了，24小時裡面輪流發射飛彈，你射我，我射你，不甩川普。然後呢，這個川普就說伊朗還是回談判桌吧。川普前2天不是說都已經快簽成了嗎？每次快簽成了就生事變，快簽成了就生事變。川普跟尼坦雅胡說：“你不准報復，由我做主，以色列是我的，沒有我你打得下去嗎？你以為靠你打得下去嗎？”那另外呢？但是川普也講，和平協議沒簽，絕不解凍伊朗的資產或解除制裁，因為伊朗就說你先解除啊，制裁啊，錢先解凍啊。川普說不可以。伊朗就說我們的海外資產不是美國的戰利品了，你憑什麼凍結我？那是我以前外銷石油啊、外銷天然氣等等，我賺的錢存在海外，存在美國，怎麼可以凍結呢？那川普說，打算把伊朗這個凍結的資產呢，去支付他美國波灣的盟友的重建費用，所以又添變數了。所以你看，每次快談成的時候，這個又加碼；快談成那個又加碼，尤其美國常常變來變去加碼。那川普受採訪的時候呢，說伊朗的新任最高領袖比原來的理性，但是傷勢嚴重，就被他們炸的嘛。現在躲在洞裡面，你都不敢露面而且你把他爸爸炸死了，你說這個兒子會不記得這個不共戴天之仇嗎？看一下，好幾枚飛彈接連發射，飛彈尾部的火光也瞬間照亮整片夜空。伊朗軍方公布好幾段發射飛彈的影片，瞄準目標就是以色列。為了報復以軍空襲黎巴嫩首都貝魯特南部，根據外媒報道，伊朗至少發射了10枚飛彈。اصلاً چون مطمئنم که مردم مقاومن و رزمنده‌های سپاه و ارتش خیلی مطمئن و پرقدرت جوابشون رو خواهند داد。以軍隨後也展開報復，對伊朗中部還有西部軍事目標進行新一波空襲。伊朗週一緊急宣布關閉領空。پذیرش آتش‌بس توسط ما در 19 فروردین ماه مشروط به توقف آتش در تمام جبهه‌ها بود، لکن مثل همیشه آمریکا و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ی به تعهد خود پایبند نبودند. 美國總統川普也對伊朗喊話，說這樣絕對無助於談判進展，公開呼籲伊朗跟以色列別再互相攻擊，快點重回談判桌。We're very close to having a deal, and if we don't have a deal, we'll do it one way or the other. Either way, we win. 不過，川普接受 NBC 電視專訪時，不滿記者提問，氣到當場直接離開訪問現場。美伊開戰邁入100日，曾經蓬勃發展的伊朗旅遊業受到重創，也讓數百萬外國旅客在一夕之間全都消失。來，士葆兄，這個美國跟伊朗啊，這伊朗好像停不了啊。本來我們聽了幾次，川普不是講嗎？要簽了，要簽了。代表誰啊？本來說要簽了，然後這個他的國務卿盧比奧還說這不急，差個幾天沒有關係。大家看起來就是很和緩啊，那結果怎麼後來突然又開始打哦？這個打是什麼？各位就很簡單嘛，沒有談攏，沒有真正解決問題嘛。解決真正的問題，大概就大家一定想起東西嘛。濃縮鈾的問題和這個荷姆斯海峽的問題，現在一個很重要的是什麼？伊朗長期被美國制裁。那我們查了一下，他提到的，我們這裡提到的說，海外資產，伊朗認為海外資產是我賺來的，賣石油賺來的，你怎麼可以能把我凍結了哦？可是我們看它大概有多少？大概1000億到1200億美金，不少哦。好，美國真正放美國就有多少？就20億美金呢。放中國大陸200億美金呢？照理講，中國大陸可以講話啊。這裡面來講的話，你看1000億裡面有將近20%放在中國大陸，
那所以他可以講話，他要不要解凍？中國大陸是可以講話的，可是你會發現有關於解凍伊朗海外資產，中國大陸一直都沒有吭聲。其他還放在什麼地方？其他還有放在這個伊拉克啦，放在印度，放在日本，放在韓國。日本、韓國基本上美國是可以影響的，所以這一部分來講的話，伊朗多麼希望說，你海外凍結的資產，你給我放一點，你1000億，那你給我放個20%，200億，那邊給我就很補啦。啊，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他的經濟制裁到現在還在制裁啊，制裁裡面包括什麼東西？包括這個他加密貨幣裡面相關的東西，包括他的隱私銀行，還有他沒收他其他的東西。這裡面來講的制裁都是在那裡哦。所以對伊朗來講來說的話，你把我制裁，然後海外制裁，你把我凍結，讓我動彈不了，國內物價又一直漲。可是就川普來講的話，這場仗你要怎麼看到他都是輸嘛？原來實力差這麼多。啊，怎麼會這樣子沒辦法就打贏？這有一點類似俄烏戰爭呢。大家以為說俄羅斯要吃烏克蘭，簡單的事情就打了4年多、4、5年的時間還吃不下來。同樣的，美國要打伊朗，大家覺得那軍力差距之大，隨隨便便就可以拿下來，拿不下來。大家又覺得說，伊朗到現在為止，伊朗是贏家，雖然他被轟炸得很辛苦。可是伊朗到目前為止，他不屈服，他隨時還可以。你看今天來講，就看到這個，他可以還有飛彈可以射以色列。那以色列納坦雅胡本來他如果停止的話，各位想一下，他要面臨司法嘞。他過去貪腐的事情面臨司法，所以這個納坦雅胡當然希望說不要停，美國繼續打。所以以色列人要支持，要告訴美國說不可以停。那川普現在就。這個默內修了啊！以川普來講，因為最近的國會6月3號才通過了215票對208票，共和黨的議員跑掉4票，說什麼給川普壓力哦，說你不可以再對伊朗有進一步的戰爭行為，類似這個樣子哦。對他來講的話，川普會他跟默內修說我要停就停不下來。國會裡面又有一股力量在撤走，然後伊朗又這麼多頑強，然後以色列又不聽話，他怎麼辦？奇怪，以色列不是有鐵穹嗎？他講沒有怕，標準都不夠，沒有怕伊朗的這個飛彈啊哈。就看伊朗這樣發飛彈啊，鐵穹呢可能有些攔住，有些不見得攔得住啊。那馬偉。之前它鐵穹沒有想象中的攔截率那麼高。過去尤其以色列的鐵穹是知名度非常高的，甚至他們過去都認為至少80-90%以上的攔截率沒有問題。可是這一次看大概可能一半多一些而已。那現在的戰場環境其實也改變了很多的作戰方式。那它像飛彈的攻擊，因為像伊朗其實它也用了很多無人機，然後它也做了很多的假動作，所以一直延續到現在。不過我們可以看得出來，像現在美國、以色列跟伊朗，其實他們各自有不同的一個想法。川普當然最清楚的知道，他現在都不希望中東失控，因為如果沒有辦法好好的控制，他可能會被迫再一次捲入中東這樣子的一個戰事裡面，那他就很難抽身。那他自己國內也面臨很多的問題，所以又要碰到選舉，所以美國現在一直想要降溫。可是以色列納坦雅胡他本身官司的問題，如果戰爭停了，他大概就被抓去關了。所以在美國跟伊朗其實達成協議之前，其實他應該都會全面的、全力的去阻止他這個協議的達成。那伊朗也是，他也是想報復，所以就現在看起來，他們好像在有新的那種戰略的節奏，所以在短時間看起來好像也還沒有那麼快就可以停止的這種跡象。嵇凱，那到底有沒有可能簽合約啊？如果這樣打，這不打到什麼時候啊？可能簽合約這事情，我們談了1-2個月了吧？從228開始，今天已經是第100天了嘞。然後已經談了5-6次，說每次都可以成功，特別從川普的嘴巴講出來說可以成功，後來都沒有成。然後講我對這個事情是非常悲觀的，有2個很重要因素。現在開戲這個戰爭，美國本來就是被以色列納坦雅胡拉下水的嘛。他本來就不是想要打美國擅長打閃電戰嘛，那進去以後現在已經陷在那邊了。現在碰到2個大問題，為什麼我講說非常不樂觀？第一個，川普的這個誠信出了問題，所以老實講，我是伊朗，我要跟你談，我也是心驚膽跳的啊，你沒辦法給我保證，而且每次
川普談到一個階段，一個定關軌，這次改變的是什麼？上次已經提了很多新的這個條件出來了，這一次直接講什麼？我凍結你海外這個資產，本來是要放手的啊，他這個地方又開始要出狀況，那伊朗當然就本身就會不願意，所以等於又停下來，這是第一個大因素。第二個是以色列啦，納坦雅胡本身就不想停啊。記不記得，大概最近這1個月來，每次只要美國跟伊朗談得還不錯的時候，以色列就動手了，就開始瘋了，就開始打了。那這是伊朗也不客氣的，兩邊是4波的這個攻擊，所以現在變成2大變數，一個是川普本身人格的這個誠信度的這個問題，第二個是以色列這個問題，所以我就非常非常不樂觀了。可是我也要提醒了，再這樣下去的話，不是只有美國那個剛講的什麼眾議院本身4個共和黨都已經倒戈了。都已經不授權給這個川普繼續在打仗了，然後其中選舉馬上就要到了，對美國跟川普不好的這個同時，當然對被打的這個伊朗也本身也不好，以色列來講也不見得好，因為現在整個鐵穹都被打破了嘛。我跟他提醒了，對台灣也很不好等一下大家可能會談到股市，我們現在危機不是就股市，美伊戰爭的這樣打下去，對我們台灣的經濟影響也會非常的大。休息一下再回來。韩国、南韓搞這個運動是很厲害的不管是學運、公運都很厲害。哇，韓國人個性就很強烈那前一陣子三星不是要鬧公運嗎？後來終於把它擺平了那所以呢，日本人就很就是感嘆了，說三星的員工年終獎你可以買一輛法拉利然後南韓的日本的可能連那個 Toyota 都不能買得起就價格不講的品質南韓說選票不足，引爆選民不滿。選票不足什麼意思？就是說韓國的規定，你要印的票一定要是投票人數的50%，起碼50%，他可能就印50%。比如說我現在這個選區有這個10萬人，印5萬張票就可以了，因為他們認為投票率一般是不會超過5萬的但實際上呢，這幾年已經有些投票是超過50%了票不夠，所以呢，有些地方沒有選票可以投，去排隊半天沒有票所以呢，哇，這麼多人幹嘛？萬人徹夜抗議，要求重新投票這一定是輸的一方了，贏的一方幹嘛重新投票呢？我就問我說，到底少了多少張票？他們說一共少4000多張票，不同的地方好幾個地方少4000多張。我說那都加到那個輸的人身上，會不會當選？所以也是不會，所以对結果其實沒影響，但政治的效應，就為什麼這樣？為什麼選票可以不夠所以南韓的選舉就亂象一籮筐所以這是首爾缺票第一個選票政策就是要選民總數50%以上要印票但是呢，這個有好幾個地方這個有差別那另外呢，這個配置失準。各區可能有些地方又多了，有些地方又少了啦等等，配置失準那另外呢，總統說了，很遺憾，調查怎麼回事有67個地方選票不足所以呢，選委會他們叫做選管會長引咎辭職，這當然要辭職了，再不辭職更難平息民怨了抗議民眾說要學台灣的投票方式，台灣還沒有，就是他們不要事前投票，他們本來是學美國，他就是說不在籍投票，不要事前，因為不在籍投票可以先投的，所以他們認為這個但是看起來並不是這個問題就是選票不夠的問題，跟那個在籍不在籍其實沒什麼關係了那所以沈伯洋講話了，台灣人力不足，選票多會造成選務困難，所以呢，這是不在籍投票亂象，不要搞不在籍投票那另外呢，這個所以這次南韓的選舉等於沒有贏家嘛那進步派執政黨共同民主黨取得大部分行政區執政權但是呢，首爾市結果沒有當選，所以他們為什麼氣這個原來以為首爾市他們會當選的，結果沒有那說呢，南韓的問題是後李在明時代沒有見到政治明星因為選舉沒辦法就是要明星的。所以人覺得他明星，但沒辦法選舉他那怎麼辦呢？對不對？而且明星每次出場還要不同這次出場要前滾翻，下次出場要後滾翻，再下次出場側滾翻，每次都一樣，大家選民也看習慣了，也不稀奇了，所以每次都要有不同的這個招。那現在缺了4700多張，所以在野黨要求特別檢察官介入
那另外呢，這個因為選票不足，所以民眾排人牆，封鎖票箱，票箱不准運出去，選票不夠不准運出去啊，因為我們不能繼續投票啊。那我相信啊，所謂少4000多座張是後來統計的，開始的那個在現場一定也搞不清楚怎麼狀況，就要投票，怎麼票不夠呢？那這邊票不夠，其他地方會不會票不夠呢？哦，等等類似這樣哈，看一下。首爾松坡區奧林匹克公園前，民眾聚集，揮舞着韓國國旗，大喊重新選舉。 오전에 수백 명 수준이던 시위 참가자들은 오후 들어 약 3,000명 이상으로 늘어났는데요. 示威主力是由年輕世代自發組成，當中有不少中高齡族群，就是因為3號才剛結束的地方選舉發生缺選票的疏失，大批韓國民眾聚集在首爾蠶室抗議。 표를 하는 사람들이 이제 개표를 보면서 하게 되잖아요. 그러니까 과정에 문제가 심각하게 많고 그리고 뉴스에 또 투표지가 부족해가지고 돌아가는 사람도 있다고 하는데 이게 모든 국민의 투표 참정권이 보장되어야 되는 선거에서 말이 안 된다고 생각했습니다. 開票所被民眾包圍，7號正式邁入第3天，民眾整夜靜坐抗議。 개표 방송도 있었고 그 전에 이미 그 출구조사가 이미 나온 상황이었기 때문에 그 출구조사가 나온 상황에서 투표가 이루어진 것 때문에 이건 공정함이 전혀 없다고 생각하기 때문에 전 전국적으로 원천 무효해야 된다고 생각합니다. 不止集會抗議，現在南韓社群也浮現中國介選的質疑，因為從2021年南韓的統計資料顯示，2022可以參與南韓投票的外國人達到12萬，其中中國國籍者就佔80%。當時有南韓國會議員示警，如今民怨四起。我們的人力可能就已經有點不足了，那更何況是呢？因為這樣所產生的一個弊端，沒有辦法預防的時候，配套措施有沒有想好？這其實都是我們應該注意的地方。大家就事論事嘛，如果大家要討論不在籍投票，那就具體討論不在籍投票的一些利弊嘛。那如果要做安排配套，把配套安排好就好了。但是不能因為這些枝節的東西，然後去模糊掉事情的本質。好，韓國這次投票呢，也被罵說是親中政權跟中國人操弄選舉，哦，但是他們說這是極右派的指控，沒有證據。為什麼？說照理講最應該去告的就是選輸的首爾市長嘛，首爾市長虛心接受選舉結果。沒那個首爾市長就是反對黨的啊。對啊，他接受結果，他贏了，他當然而且去道賀，接受道賀。而且去跟對方道賀，向吳世勳道賀哦。那另外呢，就是說為什麼是怪親中政權中國人？一方面就是因為不在籍投票，所以有些韓國商人在中國被老共政權影響啊，這是一個。第二個說呢，只要他有這個投票權，有永久居留權的，好像就可以投票，說跟這個選舉結果沒有什麼影響。他們看那個投票的票數啊等等哈，所以呢，這個而且影響的是所有選民投票權，並不是外國或中國國籍的投票者，反正調查結果說是跟親中政權中國人操控無關，但是選舉就會被人拿出來指控。來，永平。好，說到這個事情哦，韓國這個事情，我用一個台灣比較容易理解的方式哦，就說他在整個投票選舉，因為選票的數量印製不足。沒有在第一時間送到那個投票所呢？有沒有行政疏失？有，可是它現在演變成非常嚴重的政治事件呢？那就是因為這個政黨對立的關係。因為現在的李在明呢，他之所以能夠當選現在的總統，就是因為之前的尹錫悅搞戒嚴，對不對？然後後來還被判刑。那這個尹錫悅的支持者呢，當然就非常的不滿吶，所以尹錫悅的那個陣營呢，就現在淪為在野黨，就一直在攻擊李在明的執政黨。那剛才主持人也講了，我們這個韓國呢，他們因為幾年前引入了美國的不在籍投票跟提前投票的系統，就是 early vote。那因為他的 early vote， 他的提前投票等於不在籍投票呢，就是你不必到你戶籍地的投票所去投，你各地都可以投，所以就導致他們就有一個判斷說，那這樣子實際會留在自己的戶籍投票的地方的人可能沒有那麼多。那又因為之前這個
尹錫悅的這個支持者呢，他們是保守派的，他們的很多論述方法呢，跟美國的那個 MAGA，就是川普支持者很像。他們在過去，你如果選票印的比較多的時候呢，他們的支持者就去拍了大量說剩餘這麼多選票，這就是選舉舞弊等等的，他們也做過這樣的事情。所以過去呢，那個韓國已經有100-200件所謂的選舉舞弊官司，都是這批人在指責，但是都沒有選舉舞弊的事實被發現。他們通通都是敗訴，所以這一次呢，現在下台的那個管委會的那個盧泰愚，他是尹錫悅提名的哦，他不是李在明上來才提的哦，他就做了一個決定，他說那這樣好了，我不要剩那麼多選票呢，那就大家都先以50%的選票提供各投票所，那如果有不足的，你趕快通報，我們再補給你。結果現在呢，不足的這個67個投開票所呢，就出了問題。出了問題的環節在哪裡？他們不是沒有票哦，是他們去聯絡說，我們選票不夠了，你們趕快送來。那個流程出了問題。然後呢，他們這些投開票所，台灣就很能理解，跟我們那個2018年公投綁大選好像。他們人拿不到選票呢，發號碼牌，然後大家在旁邊啊，這個非常憤怒的等來等去。結果等到了他們投票時間到6點鐘，6點鐘呢，電視台就開始開票，然後出口民調新聞就出來，然後各地的開票呢，結果就有這個67個選票不足的投開票所的人呢，看到所有的結果他們還沒有拿到選票，還沒有投，那這個豈不是跟我們2018年的爭議一樣？就是當天公投綁大選，因為要投太多張票，然後大家也沒有經驗，然後動線搞得一團糟，然後特別是台北市市長，對不對？那個當時還是當事人柯文哲市長本人，他有參選，然後他竟然沒有去阻止那個投票或者是怎麼樣，結果大家都看到了姚文智民進黨的候選人已經宣布我敗選了，然後繼續大排長龍，然後他們一直投的結果，後來不是柯文哲3000票也引發很大爭議，可是你告了半天有沒有影響結果？被判沒有，結果還是這個決定。所以啊，現在他的這個問題不是司法的問題，是他政治鬥爭的問題。因為支持盧泰愚的相信，不是盧泰愚，支持尹錫悅的相信這個尹錫悅是被政治迫害的這些保守派的人，因為他們是非常反中的，他們指控李在明很親中，所以他們就不斷的拿假的訊息說什麼中國人介入選舉幹嘛，扯一大堆呢。其實真的跟台灣好像，就是要把這件事情鬧得不死不休，是做政治鬥爭。永平講這個，我就想起來啊，這人的有很多時候那個命運哈，也不要太強求了，對不對？你柯文哲那個時候，如果不是因為一邊開票一邊這個什麼一邊投票，那丁守中當選了，柯文哲以後就沒有這個案子了。是啊，他還是可以做他的黨主席啊。你想想看，比起來到底是這樣勉強多幾千票連任成功好，還是被判17年好？你自己說。陳水扁那個時候第2次，對不對？民調都說他會輸了，輸連勝，2顆子彈下來，他只贏了28000票，2萬多票啊，怎麼樣，對不對？2顆子彈絕對影響超過2萬多票嘛。如果陳水扁沒有這2個子彈，第2任不做了，也不會發生以後這些事情嘛。所以你說連任好不好？好像很好啊。但是結果好不好呢？事後才知道，所以很多事情哦，這個也不用強求了，真的不用強求。來，亮覺怎麼看韓國？我想南韓这起事件哦，我覺得大家靜下心來看，其實我認為他的行政疏失是在這一次裡面最值得被探討的啦。就是說，當然過去這個剛剛永平姐其實講的蠻清楚的，因為過去其實一直在對於說到底為什麼會有那麼多剩的選票，所以以至於他們現在去修正選票印制的數量，然後導致於這一次結果搞得選票不夠。那確實就是說，在韓國內部哦，他們在這個極右派裡面，他們極右派本來就是非常的反中。那但是在這一次的事件裡面，我認為他的行政疏失的狀況是比較值得被檢討的，因為現在目前我們所看到的證據上面，並沒有辦法去指出說這背後，譬如說有中國的介入或等等的，因為這一次很明顯的看得出來是在
剛剛有提到說，不管是在調度的過程也好，那又或者是說，在過去其實先前都已經有曾經這種所謂大家認為是韓國選舉舞弊的狀況，但是法院也最終都判出說，並沒有舞弊的情形。所以韓國的選制以及他投票的選票的印制狀況，我認為這個是韓國他們在制度上面可以去檢討跟思考的啦。那再來就是說，現在大家一直在講說，那到底這個事情跟中國有沒有關係？因為我們也看到說，確實在台灣內部大家也有這樣子的質疑哦。但是我覺得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啦哈。那我覺得在現在這個資訊非常混亂的狀況底下，實際上我所看到的，在韓國內部的討論，還是在行政疏失以及選票印制上面的這一些弊病，是要再去重新檢討的。那到底有沒有所謂的外國勢力，或者是其他的這一些政治上的問題去介入？我覺得現在已經是演變在韓國自己內部政治批判上面的互相對立的情況底下。對於台灣而言，我們在這一次看韓國的選舉可以學到的東西是什麼？我覺得大家現在一直在講說不在籍投票這個事情嘛，那不在籍投票這件事情，其實跟韓國這次的這個選舉並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但是台灣的不在籍選舉可不可以討論？也應該要討論，因為它很有可能就會受到外國勢力的影響。接下來再來。